给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改装车子是什么体验？这次西海岸车厂杨哥受到 DC 漫画公司的邀请，要给海王和闪电侠定制2辆车。此刻大家正在商量改装计划。这次是 DC 和起亚汽车联手，通过西海岸改装厂的技术，打造出2辆具有超级英雄特色的车子。完成后会把它们进行义卖，款项全部捐赠出去。这也符合超级英雄救死扶伤的理念。首先是闪电侠主题的车子，它的特色就是要突出速度，外观上采用红黄结合，在尾部突出虚化效果，要给人一种风驰电掣的感觉。至于海王车子的设计，由于这个角色的超能力有些奇怪，所以大家都经常嘲笑他。为了使车子改造好之后看起来不那么庸俗，改装厂需要着重设计一下烤漆，怎样将海王的3叉戟完美的融入到车子上，营造出一种一跃而出的立体感。这次总体的计划就是这样。DC 公司分别选了2辆车子，第一辆是这个福瑞迪，它的特点是灵巧又有趣，基本个性和闪电侠相似，所以这辆车将会和闪电侠匹配。而海王的设定来自海洋，和环保方面有些联系，所以他们选择了节能又环保的瑞欧。有了初步的计划后，杨哥回到车厂开始制定计划。他们要给福瑞迪加上闪电图案烤漆，让这部车就连静止时都感觉像闪电一样。另外还要在引擎盖上切割出闪电形状，削掉门把手，并用欧洛克车灯点亮。至于内部的话，他们会采用定制红黑双色内装，从内到外都要有红黄闪电标志。在末尾的后备箱会有闪电侠漫画联名的音箱。总之车内的一切都贯穿着闪电侠的元素。而另一辆海王的瑞欧，他们要采用金属立体雕刻凸显水行侠的腰带，并勾勒出车身形状，然后用它的绿金服装作为烤漆的灵感，用金色鳞片覆盖车顶，下半部则采用绿色，在2侧加上风衣来切开气流。外部的改造计划就是这样。这是一辆以超级英雄海王为蓝本改装而来的主题车，全车采用大量的海洋风格，甚至后面的音箱都变成了水族箱。这辆车内部的设计理念会继续延续绿金主题，地毯采用沙滩的质感，带给人一种海洋的感觉。在车子的后备箱里，他们会打造酷似水族箱的定制低音箱，这个风格和海王简直是绝配。这次改造的2辆车都会采用质量有保证的马牌轮胎，这就是他们的改造计划。车子被送到车厂后，团队就开始了拆解工作。大家都是有着10几年工龄的老员工，所以对这种工作早已轻车熟路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把闪电车拆得一干二净。这部分完成后，他们又开始处理瑞欧，把零件全部拆出来，然后开始改造车身套件。首先就是车门的门把手，员工把它完整的切掉，然后用一块金属板重新焊接上去，填补上面的漏洞。趁着工具都还在，他又在引擎盖上画出了一个圆，然后拿出工具进行切割，很快就搞出来一个完整的圆。现在车身上的改造就结束了，大家接下来要对套件进行喷漆，当然这只是一层白色底漆，最后的闪电效果西海岸车厂是做不出来的，他们需要找更专业的人来帮忙。在等待漆面风干的时候，员工开始制作音箱，他用了很多闪电侠贴画，将整个模板完全覆盖。虽然很有创意，但我觉得这个效果看起来乱七八糟的。在员工们处理细节的时候，杨哥找来了专业的绘图师傅，要给2辆车进行喷漆。为了达到渐变的效果，这个上漆过程需要非常多的材料，每次的手法各不相同。为了保证最后的效果原汁原味，杨哥请来了 DC 的负责人，让他来监制整个过程。从视频的情况来看，他还是有一些绘画功底的。这个闪电侠的头像活灵活现，不过为了让它看起来更立体，专业师傅对它进行了修饰，这样看起来就很完美了。这辆闪电侠车子的进度飞快。接着我们来看海王的车子，员工会用腰带对车身进行包裹，让它完全服贴车身的曲线，然后用水刀切割引擎盖，打造出立体的效果。你绝对没见过沙子做的地毯，这是超级英雄海王的特色车，全车采用的都是海洋风格。上级员工用打磨机处理表面，勾勒出腰带的位置，然后制造出不同规格的钢条，将它们焊接在车身，这样就能打造出立体的效果。接着他们把多余的地方切除，对细节方面进行打磨，确保最后的质感。经过1个小时的忙活，这辆车的腰带就全部完成了。接下来进行打磨上底漆后，就可以在上面添加海王的元素。在另一边的闪电车上，此刻红色底漆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是给车身描绘闪电。我想看过闪电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种配色。这位师傅先调制了一些黄色漆，在车身画出了闪电的形状，最后在这些线条的中间涂上一些白色，增加闪电的效果。彻底风干之后，这辆闪电侠风格的车子就算喷漆完成了。接下来大家的重心就要放在海王的车上，他们给车子喷上金色底漆，这样看起来会更加厚重，符合配色的要求。等到金漆完全风干后，绘图师傅开始自己的创作，他制作了一个波浪板，利用这个在车顶弄出了很多鳞片。完成后，他对其他套件上色。现在车身的喷漆就彻底结束了。接着杨哥又请来一个高人，他是专门给玻璃做刻蚀的，车厂要在玻璃上刻蚀闪电侠和海王的头像，这一步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，一旦出现失误，整辆车都将重新开始。
不过从视频展示的情况来看，最后的效果还算不错。现在就到了改装的最后一步，那就是给车内装内饰。他们搬来了好几袋沙子，在表面铺上一层后，会用密封剂进行加固，然后用吸尘器将表面的沙子吸光。这辆车海王车就算彻底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来到闪电侠这边，员工们也在做收尾，他们给引擎盖装上标志。当两部分融合的那一刻，这次的改装任务就结束了。杨哥把 DC 公司的人约到车厂，让他们对工作进行验收。可以看出双方都非常满意，这次的合作也圆满落幕。